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9月8号，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学习 HSK 第4集的词汇。那我们上个星期四学过寒这个字，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深入的学习这个字这个字有非常多的意思。好，欢迎Alexander 跟艾云还有 Mandarin。好，那么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也别忘了，如果你喜欢老师的直播课，也可以成为我的 YouTube 会员。Hello 佩霞、林子，欢迎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寒的第2个意思哦。好，那么还有我们要学含有这个词的意思。Hello Delia， 还有好，欢迎大家哦。好，来含的第2个意思就是包含，你也可以说包括，包含跟包括算是很常用的词汇哦。那这个在英文我们叫 to include， 包含包括。好，计算在内。Okay, you count it in. Okay, count it in. 好 ，Hello， 裴静慧君 Hardwing。好的，所以呢，如果你在讲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还有其他的东西，你就可以说包括、包含，你也可以只说含这个字就可以了。我们看例句，午餐含饮料，一共是200元。好，在这里的含当然不是把东西放到嘴巴里的意思了，这里的含是包括的意思 include。 所以当你看到午餐含饮料，就是午餐包括饮料 including a beverage 午餐包含饮料。但是在口语中你只要说含这个字，我们就懂意思了，就是 to include 包括包含，午餐含饮料，你不需要说午餐包含饮料，也听得懂，但是口语中你说含，意思就非常的清楚了好，一共 in total， 一共就是全部 in total， 一共是200元。OK， 好，这个一共我们很常用比如说你去店里买东西的时候，这个店员可能会跟你说这个加这个一共是500元什么叫一共in total 全部的意思全部是多少钱？特别你在买很多东西的时候这个店员会用一共这个词汇。Hello， 欢迎佳佳、雅玲，还有这个欢迎大家好，来，我们来学习含的第1个意思，就是计算在内，包含包括，而且这个词通常用在买东西上面，你有消费的时候，或你有买商品的时候，我们才会用所以各位同学，这里的含是用在买东西，关于钱，关于价格，关于你有去消费，关于你有买东西的时候才会用到，或者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花的钱也可以用这个含好，我们来做题目。你好，含是一共服务费50元。各位同学，你们应该有去餐厅吃过东西，比较高级的餐厅你在这个吃完饭的时候要付账，这个钱通常是包括服务费的，也就是服务员服务费就是服务员会服务你，对不对？他会拿餐点给你，他会送饮料给你，他的服务态度很好，这个是要付钱的服务费 service fee。 那 service charge， 那通常呢在美国或者在欧洲一些国家，你必须给这些服务员小费 tip。 那在台湾呢，这个不需要在台湾不需要给服务员小费，但是在一些比较高级的餐厅，你是需要付服务费的，它是含在你的消费里面服务费跟小费不太一样小费是你直接拿给服务员的，这个叫小费。
服务费一般就是通常就在你吃饭的费用里面，包含在你吃饭的费用里面OK， 所以服务费跟小费不太一样service charge 跟 tip 不太一样好，你好，含服务费一共是50元，答对了。你好，含服务费一共是50元，非常好，答对了。你好，含什么呢 ？Including what？ 呀，服务费，含服务费 ，including like service fee， 一共是50元。好，这是正确答案哦。好，在你们的国家，可能你要另外拿小费给服务员或者给店员。不过在台湾比较没有这样的习惯。一般来说，你到高级的餐厅吃东西，会算在你吃饭的消费里面。另外有一个叫服务费的，会加在你吃饭的消费里面好 ，Hello 白兰佳佳，欢迎。好的，我们来看第二题。那这个东西呢，这一题不是在餐厅吃饭，但是呢，它讲的还是一样是消费。什么叫消费？就是你有花钱，叫消费，有关系的。那这题的意思叫计算在内，计算在内很常用哦。如果你到大陆或到台湾租房子 ，rent a house， 通常这个房东，这个叫 landlord， 就是那个房东，中文叫房东，谁帮我打一下？房东会跟你说欢迎你来租我的房子，房租怎么样怎么样，一共是多少钱所以这个你要注意，你常常会听到含什么对，房东 landlord 很好。房租含电水一个月3000元。好，所以各位同学，你到台湾生活，或者你到大陆生活，可能你需要租房子，或租一个雅房，租一个套房。那么房东就会告诉你什么什么含网路费，含网络费是多少钱，什么什么什么含管理费是多少钱所以这个含你会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听到，就是 include 的意思好，房租含电水屋主也听得懂，不过房东会更清楚，就是租房子给你的人好，各位同学，你们很多人说房租含电水一个月3000元，但是我们中文不说电水，我们说水电，先说水，再说电，再说电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房租 house rent including water fee and electricity fee and in total how much per month。 所以各位同学，你一定要说含水电，很常听到房租含水电，水电就是水费跟电费。那可能在台湾我们还会加上网路费，就是 internet fee 在大陆应该叫网络费在台湾叫网路费，所以房东可能会告诉你 OK， 房租含水电再加上网路费一个月5000元。好 OK， 所以你要听得懂含就是 include 的意思房租含网路费一共是8000元当然不可能那么便宜了台币3000元太便宜了。现在在台湾租一个房间，租一个雅房或套房，至少也要7、8千块，不含水电，不含网路费。可能在台湾租一个雅房或套房，一个月可能要7000块、8000块比较贵，而且是不含水电或不含网路费好，在大陆可能叫网络费好，
好，含跟包括有什么区别？基本上含是一个比较口语的一个表达，包括会稍微正式一点。我们中文如果说房租包括水电1个月3000块，可以听得懂，也没有错，完全可以。你可以说房租包含水电1个月3000元，房租包括水电1个月3000元，可以。但是含会更口语，平常说话你会常常听到含，当然你也可以用包含或包括啊。对，有人说 Perna 说，哎，薪水没涨，但是生活费一直涨啊。你可以说消费一直涨，薪水没有涨，但是呢，生活费一直涨，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是我的薪水从来没有涨过。对，在台湾也是哦。好的，我们往下看。对，含比较口语啊。好，那这个也很常用，特别呢，你在发票上面啊，发票上面会看到 like tax， 就是含税，中文叫含税啊。你买了一个东西，可能政府要征收税，所以他把税金加入你的买东西的价格里面啊。这个我们中文很常说含税，含税啊。好，怎么说？含税。价格这个好，你看你买一个东西会拿到发票 invoice 发票呢上面就会写含税 how much 多少钱啊？好的，这个价格含税没问题，这个价格含税很棒，答对了。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这个价格 includes tax， 这个价格含税。好，所以各位同学，下次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发票上面有没有写含税，中文就直接写含税，就是 tax included。好，那看一下含税是多少钱啊？所以你可以从发票上面学中文，对不对？好的，我们看一下下面啊，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分享，每个月$2，请老师喝杯咖啡，支持老师的工作。好，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老师。我们再来看下面第2个意思，叫含有。含有通常跟含那个包含的意思就不太一样。有一点 slight difference nuance， 就是这里的含不是钱，不是税，不是服务费，它这里呢要用在成分上面 ingredient， 要用在 smaller substances 更小的物质上面。所以各位同学，这边的含有通常是含有某一种成分 some kind of substances。 所以比如说你在吃药的时候 medicine， 可能这个药含有什么成分 includes some kind of ingredient。 OK， 所以你在喝饮料的时候，这个饮料含有什么成分。所以各位同学，吃东西的时候，喝东西的时候，吃药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词汇含有，含有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题目，所以跟刚刚是不一样的意思哦。刚刚的含是用在价格上面，现在这个含有是用在成分上面，特别你吃药的时候哈，会看得到这个词。含饮料，咖啡因，好，咖啡因啊，这杯喝多了可能会失眠。什么叫做失眠？就是你晚上睡不着。有些人会有失眠的困扰，因为呢，他晚上睡不着，他想睡，但是呢，没有办法入睡，没有办法睡着，变成了一种好像疾病一样 insomnia。 不晓得你有没有失眠的毛病，希望没有啊。好，
那有些人失眠是因为他白天喝了太多咖啡，喝了太多茶，不管茶或咖啡，这些饮料里面都有咖啡因这个成分，所以咖啡因会让你睡不着。好，这杯饮料含咖啡因，喝多了可能会失眠。这杯饮料含咖啡因，喝多了可能会失眠。好，你也可以说这杯饮料含有咖啡因，这个有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啊。好，这杯饮料含有咖啡因，喝多了可能会失眠，都可以啊。这杯饮料含有什么成分？对，很好，这个问句是可以的。好，我们来做最后一题。那有一些东西哦，它可能不是药，它可能是食物哦，可能是食物。有些食物含有很丰富的营养素，对不对？有些食物含有蛋白质，有些食物有一些，这些其实都是成分啊。老师刚刚说的，像蛋白质、维生素啊，这些都是成分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含有剧毒、蘑菇这种不可随意食用。好，剧毒，毒就是 poison。一般来讲，有毒的东西你吃下去，你会中毒。好，谁帮我打一下中毒？哦，如果你吃了有毒的东西，那么你会中毒。那什么叫剧毒？剧就是 severe poison。这个英文要怎么说？剧毒就是很强烈的毒性 strong poison 啊，剧毒要学起来。有些东西可能不能讲，可能有些东西可能怎么样？那你吃下去可能会死掉哦，或者要赶快送医院哦。所以有些东西怎么样？你如果不小心吃下去了，你如果不小心食用了，食用就是吃的意思，但是比较正式哦。食用就是吃的意思，随意就是随便 ，carelessly 随便。好，那么所以我们吃东西一定要小心，这个东西可能是有毒的哦。好，这种蘑菇含有剧毒，不可随意食用。很好，志忠帮我打出来的中毒哦，中毒。如果你吃了有毒的东西，那么你会中毒。哇，如果你中毒了，你要赶快送医院，不然你可能会死亡啊。Hello Bryce，Hello。好，这种蘑菇是什么？你看这个图就知道了，对不对 ？Mushroom 蘑菇，这种蘑菇含有剧毒，不可随意食用。所以各位同学，你可能到森林里、到树林里，你看到地上哇有蘑菇，看起来好鲜艳、好好吃的感觉。你把它摘下来之后吃下去，哇，中毒了。因为有一些蘑菇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其实这些蘑菇是含有剧毒的，不可以随便吃。你吃下去，你就会中毒了，要赶快送医院，要赶快急救。我们学过，对不对？急救哦。好，所以各位同学，有些东西呢是有毒的，它可能外表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可能是有毒的，所以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一定要确认这个东西没有毒性，这个东西没有毒性才可以食用啊。好，毒性就是 the quality of poison， 毒性 the quality of poison。好，毒性，我们要确定这个东西没有毒。我们要确定这个东西没有毒性之后才食用它啊，跟美女一样，对，有的美女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你跟她相处之后，哎呀，发现她不好相处，她个性有毒，她的个性可能有毒啊。但是我相信你们知道英文有一个词汇叫 toxic friend， 对不对？ toxic friend 中文不叫毒友，不是啊，我们中文叫损友，损友，就是这个朋友不是很好的朋友，他可能是酒肉朋友，就是 fair weather friend。那
英文也可以说 toxic friend， 中文叫损友，他是个损友，他可能是个酒肉朋友哦，有好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才会出现，想要跟你借钱的时候他才会出现 fair weather friend。 好 OK， 那有一位来自巴西的朋友住在瀑布之乡巴拉那州的伊瓜苏市，欢迎你哦，巴西的朋友。对，古装有很多，古装剧里有很多人吃了什么就中毒了，对不对？好，这个东西没有毒性，很棒的句子哦。好，那么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课有没有学到新的词汇呢？希望有。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课，你也可以把一些新的词汇把它打下来，写在 comment 里面好，我们下一次见。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叫托尼，他在我家住了1个月。他明年4月想带我去中国，我需要学习普通话。你写得很好，不是损友，不是损失哦，损友就是 welfare 的toxic friend， 损失是 lose， you lose something。 OK， 好，那我们明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喜欢听故事的同学明天准时来上课，明天见，拜拜。